如果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那些最热情、最温柔的关怀，本质上可能是一种隐性的精神控制，你会怎么想？Sam，每次去那间教会参加聚会之前，我都必须在车里坐很久，拼命做深呼吸。我的手心全是冷汗，胃部死死地揪在一起，甚至连推开车门走进教堂的力量都没有。但我当时在理智上却一直在审判自己，是我信心太小，是我太体贴肉体，是我对牧长的属灵权柄心存悖逆。Sarah， 先停下来，请你温柔地听听你身体的这声尖叫。这真的不是你的灵性出了破口，也不是你不够虔诚，而是你的神经系统在为你拼命拉响警报。神经系统？但带领我的牧师一直对我说，这是在操练我的顺服，是在为我的生命好。当为你好这3个字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威，它就拥有了绕过你所有理性防御的特权，变成了一条最难挣脱的属灵绞索。在临床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中，当你的个人界限被牧长高频率入侵，个体意志被强行否定时，大脑的杏仁核会直接判定你处于慢性威胁中。那些胃痛、胸闷，是你的身体在拼命对你喊：这里不安全，危险，快离开。所以，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更诚实。对，你的身体比你伪装出来的镜前更诚实。今天，我们撕开那些美丽而神圣的包装，回到最真实的生命常识，来聊聊在教会环境中如何分清健康的生命引导与隐性的属灵控制。但在教会生活或生命成长中，我们本来就会经历痛苦。难道所有的痛苦都是你所说的属灵控制或属灵虐待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误区。我们必须学会分辨2种本质完全不同的痛，一种是健康的，叫做拉伸的痛；另一种则是毁灭性的，叫做受伤的痛。这就像你请了一位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对，当你举重达到极限，双腿发抖时，教练在旁边严厉地对你喊：再坚持3秒，推上去。这时你感到肌肉火辣辣的痛，这是拉伸的痛。因为教练的目标是你自己选的，他尊重你的生理极限。当你大喊我撑不住的时候，他会立刻叫停并帮你扶住杠铃。而且下班之后，他绝对不会盘问你晚上跟谁吃饭，更不会要求你汇报你私人生活的每一个决定。他尊重你的生活界限，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我的教练，不是我的主人。没错，但隐性的控制完全相反，那是不管你此时多么疲惫，心灵多么破碎，只要你不服从教会的安排，或者没去参加聚会，就会被扣上贪爱世界、体贴肉体、生命有破口的灵性帽子。是牧长以关心你的名义，事无巨细地渗透你的私生活，要求你事事汇报，凡事听从。如果我不服从呢？在这个空间里，他不允许你反馈，更不允许你表达痛苦。你一旦流露出疲态，或者提出一丝质疑，他就会说你生命有破口，心存悖逆。这不是拉伸肌肉的痛，这是关节被生生折断的伤。健康的引导，终点是成全你的独立，指引你直接与生命的源头连结；而隐性的属灵控制，终点是将领袖自己包装成唯一的中介，摧毁你对自己直觉的信任，让你对他产生病态的依赖。但在很多教会环境里，属灵虐待这个词是被排斥的，甚至被当作是不顺服的信徒用来逃避牧长管教的借口。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概念刻意神秘化了，仿佛一旦加上了属灵2个字，它就变成了某种只有教会内部才能研判的深奥的灵性考核。但临床与法定机构早已给出了不容回避的定义，比如英国官方的《英格兰守护守则》对此是这样界定的：属灵虐待并非一个独立的虐待类别，而是一种心理和情感虐待。当与外部机构讨论此类案件时，必须清楚说明
属灵虐待是在信仰背景下的一种心理和情感虐待。也就是说，剥去宗教的外衣，它在法律和临床上就是实实在在的心理与情感损害。可是，信仰这么神圣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控制人的工具的？雷米迪德里奇在《识别属灵虐待》这本书中给出了最精准的底层定义：当有人利用上帝或者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来控制你的行为，以谋取他们的利益时，即构成属灵虐待。利用上帝或者利用与上帝的关系来控制他人的行为，这就是最残忍的地方。如果有人动用肢体暴力，我的生理本能会驱使我逃跑。但如果一个看起来极其敬虔、温柔的牧长拿着圣经来否定我的直觉，我根本不敢反抗。是的，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反抗牧长就等于背叛上帝。属灵虐待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武器化了你对上帝最纯洁的敬畏，利用你自己的良知去为那条勒死你灵魂的绞索编织绳扣。这就是最让我痛苦的地方。每次我想和牧长坦白我的难受，他总是用最属灵的话把我驳回。他甚至会流着泪为我祷告，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我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出于善意吗？这正是雷米迪德里奇在《识别属灵虐待》中指出的最难被识破的善意毒药。很多控制型牧长身上都有3道极具迷惑性的隐形防御，让你在痛苦中依然为他找借口。第一道防御就是初衷很美好，他会对你说：“我是为了宣讲真理，真理本来就会让人痛苦。”他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你。但我们必须明白，初衷的美好永远无法将真实造成的损害一笔勾销。这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因为想要救你而粗暴地割断了你的神经，这依然是医疗事故。对，动机不能代替伤害。那第2道防御呢？第2道防御是看起来极度属灵，这是一种高明的属灵煤气灯。当你提出不同的看法时，它不会和你讨论事实，而是使用无法被证伪的属灵词汇。比如，我为你静默祷告时，感觉你身上有悖逆的灵；或者，你之所以无法接受引导，是因为你对过去的罪没有处理干净。他把一场客观的沟通直接降维打击成你个人的生命问题，这会强迫你转向自我审查，怀疑自己的直觉。这太真实了，我当时真的以为是我自己不够属灵，甚至为我的怀疑感到深深的罪恶。因为第3道防御是极度自信，不容置疑。他们对自己的解读拥有绝对的自信，宣称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与权柄。任何提问，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他贴上骄傲、破坏合一、不顺服的标签。这3道防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封闭回路。你要记住，健康的牧师所有的引导都是为了解放你，让你信靠上帝；而不健康的控制者所有的话术都是为了强迫你只能信靠他自己。难怪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失眠，一到周六晚上我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心慌胃痛，甚至一靠近教堂我就会胸闷到无法呼吸。我当时一直自责，觉得自己有不信的恶心，是在抗拒神的对付。Sarah， 这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够顺服，而是你的神经系统在为你拼命拉响警报。在脑科学里，你的杏仁核就像是安装在大脑内部的烟雾探测器。当你处于一个个体意志被否定、边界被不断侵入的高压控制环境中，你的大脑会判断你处于慢性威胁之下。这时，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会直接离线，而杏仁核会强行接管你的身体，将你推入战或逃，甚至是僵直和讨好的防御状态。这在医学上怎么解释？多米走神经理论告诉我们，当身体感知到不安全，且你既无法对抗又无法逃跑时，你的大脑为了让你活命，会启动第4种生存机制——讨好反应 fawning。别自责 ，Sarah，
这是受伤者最本能的求生挣扎。当你打不过他，又跑不掉的时候，你的大脑只能选择顺从他，讨好他，甚至在别人面前帮他的苛刻进行辩护，以此来降低被排挤和抛弃的风险。这不是你的灵性软弱，这是你的身体在用妥协的方式帮你活下去。然而最残忍的是，在很多教会环境中，这种生理性的讨好却被冠上了极其神圣的桂冠，包装成了温柔与顺服的美德。我当时真的分不清，我以为顺服就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接受这一切。真正的顺服是自由的产物，那是当你拥有说不的权利，拥有随时转身离开的自由时，你出于爱与自愿做出的选择，它是带着个体主权的。而创伤性讨好是恐惧的产物，你只是不敢不顺服。这在神学上其实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僭越与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对，因为你将受造的牧长摆在了良心的最高主宰位置上。在改革族神学的核心信条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0章第2节中，有一条非常伟大的宣告，叫做良心的自由。信条逐字写道，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宰，并使良心在信仰或敬拜的事上脱离一切人所设立的违背圣经或在圣经之外的教条与诫命。没有任何受造的牧师或教会领袖有权柄在圣经明文之外对你的私人生活决策实施绝对的管控。当一个带领者要求你事事顺服他的个人指导，他已经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神圣的旨意，这是在劫持你的良知。夺回良心的主权，才是信仰真正走向成熟的起点。啊，原来我不是不顺服，我只是在受伤。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如果我选择暂时离开这间教会，或者暂停所有的服事，我算不算是不忠心？如果我不去主日聚会，算不算是灵性堕落？当然不算。在我们习惯的宗教思维里，一旦有人受伤了，周围的声音往往是你要加倍读经，加倍祷告，赶紧找一个新教会建立健康的肢体生活。这些话对于一个骨折的人来说，无异于2次伤害。骨折？对，如果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双腿粉碎性骨折，我们首要做的是用担架把他抬下场，送进重症监护室，命令他绝对静卧，不准乱动。如果这时旁人围着他喊：“你不能躺下呀，运动员的生命就在于奔跑。你只要凭着信心站起来，跑完剩下的10公里，你的骨头就会在运动中自我愈合。”你会觉得这群人不是疯了，就是极其残忍。没错，那会让他彻底残废。同样的，当你的信任能力、灵性依附被滥用权柄的教会系统践踏的粉碎时，那些催促你下周日赶紧去一间新教会聚会，挂着微笑继续唱赞美诗的声音，本质上也是在要求一个骨折的人去跑马拉松。那我该怎么做？理直气壮地允许自己暂时不属灵。在古老圣经的核心真理因信称义里，上帝看重你的生命远超过看重你的宗教绩效。此时此刻，当你躺在心灵的 ICU 里，因为创伤而连翻开圣经、开口祷告的力气都没有时，他依然看着你，如同看着他心爱的孩子，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在 ICU 里静静躺着，停止一切证明自己很属灵的挣扎，这恰恰是你此时此刻对上帝白白的恩典所能做出的最敬虔也最勇敢的信心宣告。先接纳你的痛觉，拉开距离，卸下戏服，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谢谢夏妈。当我们好不容易分清了引导与控制，试图走出废墟时，我们可能忽略了更大的真相。什么真相？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领袖是施害者、信徒是受害者的对立上，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这个系统的病态。当一个群体联起手来，把领袖捧上神坛，逼迫他扮演一个不能生病、不能疲惫、
没有瑕疵的完美人设时，这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一场集体对领袖的隐性属灵虐待？完全正确，神坛即是牢笼。下一集我们来聊聊这枚硬币最沉重的一面——被神格化的牢笼，当崇拜变成对牧者的隐性属灵虐待。我们下期再见。